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谭松韵、郑业成搂腰抱红盖头纱。谭松韵与郑业成两位优秀的演员在荧幕上展现出了一段令人心动的浪漫场景。那是一个充满诗意的画面，谭松韵与郑业成相互搂腰，紧紧相拥，他们的眼神交汇，仿佛时间都为之静止，整个世界都沉浸在他们的爱意之中。郑业成温柔地将红盖头盖在谭松韵的头上，那一抹鲜艳的红色如火焰般燃烧着，象征着他们炽热的情感。而谭松韵则羞涩地依靠在郑业成的怀中，感受着他的温暖与力量。这一搂腰抱红盖头纱的场景充满了浪漫与柔情，他们的表演细腻而真挚，让观众们仿佛身临其境，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们之间的情感流动。这一幕成为了剧中的经典瞬间，也让人们对他们的爱情故事充满了期待。谭松韵与郑业成用他们的精彩演绎，为观众们带来了一场视觉与情感的盛宴。在他们的诠释下，爱情变得如此美好而令人向往，让人们沉浸在这浪漫的氛围中，久久不能忘怀。婚宴啊，谭松韵、郑业成扫楼也太甜了吧！昨天蜀锦人家阿里扫楼，谭松韵一袭红裙真的好美好精致，一到现场就给粉丝发红包，像极了婚礼上的新娘子。大成郑业成穿着一身黑色西装，和谭松韵陷在一起，两人配合的超默契，真的不是来向我们剧粉敬酒的吗？两人站在一起笑得都超级同步的，好有夫妻相啊！杨警官现场舞剑真的太帅啦，不愧是京剧武生出身，现场真的吃太好了。谭松韵、郑业成、京超三个人打打闹闹好欢乐，郑业成单膝跪，郑业成、京超俩人盖上红盖头。郑业成说给大家提前拜年，笑死！京超还特别羡慕地看着大成舞剑，最后还是松韵和大成子盖上了红盖头，观众席里全是欢呼。谁懂这种热热闹闹的氛围，真的是婚宴啊！忍无可忍弃剧了，谭松韵蜀锦人家越看越离谱，编剧真该下课了。在这个电视剧竞争白热化的时代，每部作品都试图以独特的魅力吸引观众的眼球，没想到蜀锦人家竟然能在我是刑警和好运家的强劲竞争中脱颖而出。前者凭借中央8台的强大平台与老戏骨的精湛演技，逻辑严谨的情节让人欲罢不能；后者虽剧情嘈杂，但家庭伦理剧的独特魅力让其稳居热播榜。而蜀锦人家这部以女性经商为核心情节的偶像剧，却意外地在这场较量中拔得头筹，实在让人好奇它究竟有何魔力。带着对蜀锦人家的满心期待，小编踏入了这场由谭松韵主演的女性励志之旅。然而一眼望去，剧中存在的问题却如杂草般丛生，让人不禁想立刻按下暂停键。剧情老套狗血，女主光环耀眼却刺眼。谭松韵饰演的季英英作为该剧的灵魂人物，显然被编剧和导演宠上了天。出场时那柔和的光晕，几乎要模糊掉她的五官，却清晰无误地向观众传达了一个信息：主角光环闪瞎眼。当其他女性角色都被统称为某某娘时，女主角却拥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季英英。不禁让人想问，编剧大大，这样的设定真的合理吗？女主为何能如此特别？而剧中的反派牛五娘不仅名字土气，还天天戴着一副夸张的面具，仿佛脸上的伤疤是多大的秘密。但那道疤痕，若不仔细辨认，还真以为是化妆师随手抹的眼影。这不禁让人怀疑，导演和编剧是否对伤疤和面具有着独特的误解？女二抢镜，男女主角 CP 感全无。提到女二号玉玲珑，就不得不提陈小云。她似乎总能以颜值
演技甚至角色设定上的优势，成功抢镜女主角。这次在《蜀锦人家》中，她也狠狠地压过了谭松韵的风头。红蓝 CP 的设定让观众几乎分不清谁才是真正的男女主角，而树子与大嫂的禁忌之恋更是比男女主角那青涩的青梅竹马要来得更加吸引人。3. 职场励志变陈词滥调，爱情故事毫无新意。季英英的命运看似坎坷，从染坊女工到商会创立者，她的奋斗史听起来励志无比。然而，这剧情却如同嚼过的口香糖，毫无新意。优酷今年似乎对经商大女主情有独钟，接连推出的几部作品都大同小异。西花纸中的糕点起家，珠帘玉幕中的珠宝销售，再到蜀锦人家中的染坊创业，这些故事几乎可以串成一部女性经商史了。而感情线更是老套的让人无法直视。女主与男二因误会分离，男主趁机而入，这样的剧情在影视剧中早已泛滥成灾。在《蜀锦人家》中，女主与赵修的分手竟然是因为反派牛五娘对男二产生了兴趣，并利用权势强行拆散。这种我为了你好的狗血剧情，让人不禁想问，编剧大大，您这是在考验观众的智商吗？4. 演员表现平平，剧情质感低下。谭松韵在剧中的表现似乎更多地放在了哭戏上，眉头紧锁，鼻翼扩张，嘴唇颤动，泪水模糊，她确实将悲伤演绎得淋漓尽致。然而，这样的表演却让人看到了一个愚蠢且单薄的季英英。而男主郑业成在这部剧中也显得毫无生气，他的妆容没有凸显出美丽的重点，反而让整个人的气质都显得苍白无力。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该剧的取景和布景简直让人大跌眼镜。宣传说是在贵州实地取景，但剧中那些毫无生气的森林背景，简直像是随便在横店找的角落。这样的画面质感，简直是在侮辱观众的审美。5. 编剧导演难辞其咎，内地娱乐圈编剧现状堪忧。看完《蜀锦人家》，不禁让人感叹，内地娱乐圈的编剧真是太好赚了。这样的剧情，简直就是复制粘贴加稍作修改的产物。编剧们似乎已经完全失去了创作的激情和能力，只会盲目跟风，炒冷饭。而导演们呢？他们似乎也对这样的剧情毫无感觉，只是机械地执行着编剧的指令。这样的创作环境，又怎能期待出好的作品呢？结语：蜀锦人家的失败，不仅仅是某个演员或某个环节的失败，而是整个创作团队的失败。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只有不断创新，不断突破自我，才能赢得观众的喜爱和认可。希望未来的影视剧能够更加注重剧情的创新和演员的选角，给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同时，也呼吁编剧和导演们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态度和能力，不要再让这样的烂剧继续污染观众的眼球了。